九民啊，这里就是衡阳宗了。走吧。几日后的仙门大比，就是在这儿举办。先带你过来开开眼界。怎么样，够气派吧？跟为师去见见曲掌门吧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我新收的弟子苍九民。是他，他和师父一样，都被身为魔神的我杀死了。九明见过曲仙子掌门。坐。不错。赵优，你总算收了个平头正脸的好徒弟了，这真是你100年来最大的进步了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九民，你这次来的不巧，我女儿黎苏苏啊，她前脚刚走，我这就把她给喊回来，你们见见。多谢曲掌门，只是九明自打进了逍遥宗，一心修行，无心旁事。如若有缘，下次再与苏苏姑娘相见吧。晚辈今日前来是有一事，劳曲掌门费心。好啊，那你说说看吧，看我能不能为你解答一二。500年前，我曾在圣国逗留，认识了一位朋友，相貌与前辈的弟子宫野纪无十分相似，不知这其中可有玄机？纪无他无父无母，甚至并非是一个寻常意义上的人。他本是逍遥宗不虚真人的师侄萧礼。他究竟是谁？你猜到了？他身份那么特殊，把他这样留在仙门，你就不想再劝劝我？不虚师叔祖不会有错的。我也觉得九民这孩子不错，如若遇到机缘点化，说不定大有可为啊。我相信你的眼光。哟嘿，真不错，这次怎么知道夸我了？我夸的是你的徒弟。我成功了。唐一之，我已知道你是如何重塑萧礼的了。衡阳宗的天池，风光甚美啊。
衡阳宗曲掌门已经尽数告诉我了，你曾经问我要过一瓶心头血，这便是重塑萧岭的条件之一吧。其他的，即使你不说，我也会自己一一查个清楚。若想重塑已逝之人，仇人血，情人泪，逝者之发肤，最后还需在灵力最盛之地，开启聚魂法阵。叶惜武的情人泪、仇人血，皆在我身，这都不是难事。至于身体发肤，这只眼睛本来就是他的，大不了挖出来再还给他便是。还需要法阵，那聚魂法阵在何处可以习得？人死终究不能复生，施行此法有违天道，只是为了满足心中的一点执念。你是想劝我？这就是你一直帮助宫野纪无避祸的原因吧？因为你对他有愧，可你明知如此，不还是那么做了？你无非心中想念他，可施法让他重塑，实在是并无必要。什么叫没有必要？我活了500年，就是为了要找到他。庞一之，你拦不住我。宫野兄，我看你忧心忡忡，还满面愁容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其实这原本应该是件好事。哦，我的小师妹黎苏苏，前日平安出关了。所以，你的烦恼事关你的小师妹。小师妹出关以后，仿佛经历过什么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小师妹是无垢灵体，师父对她极为呵护。我自小陪她长大，她始终情窦未开，不懂情爱。如今渡劫归来，她却性情大变，我不知该如何靠近她。宫野兄，别那么悲观。过去她情窦未开，未必能真的回应你的感情。如今她心智已全，即便是你们要从头开始，不也正是一个赢得芳心的机会吗？不瞒宫野兄，我其实出生于500年前。500年前？是。我那时无情无爱，甚至感知不到常人的喜怒哀乐。直到有个人出现，这个人教会我什么是情爱、愉悦和悲伤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终于能感受到他的心意了，却没能留住他，找了他500年。此人能令你挂怀至今，数百年不曾忘怀，定是你心中挚爱。九明师弟轻描淡写，可我想那应该是一段悲伤的往事，令你非常痛苦。情爱多生忧怖，我还是慢慢来吧。反正10年都等了。其实不瞒你说，我觉得与你分外亲近，在你面前我无需忌讳，想说什么都能直说无妨。虽然相识不久，但一见如故。我心里总感觉我们像是多年老友，亲密无间。
对我来说，宫野师兄已是我的老友。曾有一位对我有恩的朋友，他就与你这般相像。从小我就一直很羡慕他。模仿他，想像他那样活。如今，我拜入仙门，学习仙法，交你这样的朋友。也许，我真的有了能像他一般活着的机会，我很珍惜。我却觉得与九明师弟为友，亦是我之幸。你心智坚韧，果敢聪明。我珍惜与你同在逍遥宗修业的日子，虽不知你过去究竟经历了些什么，不过没关系，不论过去怎样，你都是我宫野纪无的朋友。朋友。对了，九明师弟，你好像还没有告诉我，你今日来找我。聚魂之术，难怪庞一直不愿意道出，原来这是魔族禁术，还是被我找到了。如今无情道修习的进度，赶不上法力消散的速度。况且想修成无情道，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。看来肉身封印结果不是长久之计。也许那本魔雷编词里可以找到其他方法。陛下，法阵的炼成方法都背上了。不对，还有一条无需元神的替换之法没有记下。
你让我找的那个仙子，她的居所我找到了，就在衡阳宗天池湖畔。魔神之胎源，谓之魔胎。邪骨容身，须罪业可化心魔。其与魔气相生相应，便得魔神之力。而其降生之时，天地人皆无定，难寻其迹，其源难绝，其骨不灭。按照书中所记载，澹台烬就是那魔胎了。那位仙子，就是回到这屋子里的。冒昧叨扰，对不住了。聚魂法阵，此阵须以逝者元神为引，若无元神，可用无垢灵体鲜血一滴，可招魂聚魄。招魂聚魄，无垢灵体的鲜血。小师妹是无垢灵体，师父对她极为呵护。若可以得到玉灵仙子的血，就能寻回叶修的元神，或许他就能像宫野纪无那般。
洗髓印是魔神之心，必定能引领我们找到尊上的魔胎。没想到会有一天，我们要来求这个老匹夫。1万年了，尊上的封印还是这般固若金汤。每每在此听到地冕的哀嚎，我就觉得心情无比畅快。你就放心吧，尊上的封印，只有洗髓印能解开，地冕逃不掉的。1万年了，你们一次都不曾踏足此处。今日来此，所为何事？客套话就不多说了。地冕，你与初皇夫妻多年，知不知道神族加固的封印该如何解除？有求于我，是不是先要把事情缘由说明白？这500年间，我们虽然没找到魔胎，却偶然发现洗髓印被封在上清神域里。可洗髓印必定有神族封印所护，我们无法轻易取回。所以，现在你们找到了进去的方法，再从我这得到解封之法，好让你们拿回洗髓印。按手续请你去问着我。拿去吧，只要你们把这念诀打进封印，加上你们的妖力，应该就能解封了。没想到网之主还挺爽快的，待我们拿回洗髓印再回来谢你吧。终于有人替我去找洗髓印了。只要念诀能打进封印，我就不用再留在这鬼地方了。一个天兵来袭，跳过。哎，你不要，我要。一个女娲4英。这个呀，是吧？你们这是玩什么呢？这牌叫魔神杀，可好玩了。据说啊，是那个不虚真人发明的，风靡四周，可给咱们逍遥宗长脸了。小师弟，洗牌洗牌，你这张是邪骨是吧？你一定会装备的。但是跟其他身份牌搭配会造成一定几率反噬。若跟魔胎牌搭配就厉害了，可以召唤出终极魔神。如果这时牌桌上所有人都没有神明的身份牌，魔神就赢了。终极魔神。对，魔胎加邪骨，终极魔神就会复活。届时屠神弩等魔技就会立刻到终极魔神手中。如果这时还没有神明出现，魔神就可以开启终极大杀技铜杯道。可是4周史上说，魔神万年前就已经被诛灭了。魔神生于罪业，只要人世间苦楚不绝，魔神就会一代代出现。魔胎现世，魔气认主，魔神便会复活。3界将面临灭顶之灾。是啊，听说前一阵子云长阁殉道，就是4英惊灭这2个魔神余孽搞的鬼。据说啊，是与魔神利器诞育魔胎的什么一月族搞丢了魔胎，所以他们才四处为祸，企图通过魔气指引找到魔胎。那魔气跟云长阁又能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这魔胎就是一切的祸根，总是错不了的。所以他们找了500年，如今还是一无所获。如果魔胎不愿现身，魔神便不会复活，对吗？倒也没有那么简单。虽说魔胎意志可能不受魔神左右，但是邪骨和魔气承载着的却是魔神的意志，命中定数岂会轻易被改变？倘若魔胎现世，会如何？若魔胎此时现世，魔族必然会倾巢而出，
不择手段地去唤醒魔胎，企图复活魔神。如今世上已无神明，若魔神被他们复活，即便我等仙门拼尽全力，恐怕也无法阻止魔神复生，难以逆转3界末日的到来。太可怕了！那我们也该去寻找魔胎，抢在魔族之前除掉他呀！就是。岑掌门云游。云长阁殉道之事，对我仙门各派都是一个警钟啊！我们就更该牢牢地团结起来，不能让魔界有可乘之机呀！再也没有什么比掉以轻心更危险了。按照目前的消息，二魔如此迫切地想要进入上清神域，必有所图。我看这消息可靠。上个月我派轮值看守上清神域入口时，曾遭遇偷袭。有位长老还受了重伤，好在天门素有结界，才没酿成大祸。竟有此事？当时我还以为是蓬莱岛得罪了什么人，没想到竟与荒渊二魔有关。仙门大比在即，此次大比，我们务必要选拔新人对抗魔神。不如就趁此次大比，我们来个请君入瓮。赵幽真人的意思是，既然二魔想去上清神域，我们便在神域举办大比。既然二魔有所觊觎，上清神域更该牢牢关闭才是。怎么能在里面办仙门大比呢？这样岂不是引狼入室，白白让那二魔得逞吗？诸位，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，这不叫引狼入室，而是引蛇出洞。这小子干得不错，还真有点本事。那群牛鼻子想算计我们哪儿那么容易？既然戏台都为我们搭好了，我们若是不去，岂不是负了他们的好意？我们的目的是洗髓印，不必与仙门硬碰。我听说北海有个小仙门，叫紫袖洲，或许我们可以先乔装打扮一下。师弟啊，这是老传统了，每次跟师傅来衡阳宗都要吃这个长色山烤鸡。这山中啊，灵力充沛，吃了很补的。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往上飞，就能抵达当年神明所居的上清神域。上清神域。
从今日起，玉清宫关闭，上清神域从此再无神明。诸位各自散去吧。战神明夜陨落之后，上清神域便关闭了。哎，小师弟，你也知道这个？咱们仙门呀，就是继承诸神的遗志所创的，素来以除魔卫道为己任。不过这可是个苦差事。师弟啊，你就别发牢骚了，等大比开始就能上去开眼了嘛。这次仙门大比是在上清神域？是啊，由七星天门通往神域。这七星天门啊，就是神魔大战，魔神撞断了天柱，天柱倾倒，将天穹划开了的口子，平时啊都看不见的，只有各派掌门共同施展秘法才能打开。这历届大比呢，都是各大仙门轮流做东。这次呢，轮到了赤霄宗，岑掌门那个老铁公鸡，竟然让我们去上清神域做清扫。什么清扫？这万年来，世间再无神明，上清神域荒废，废墟中逐渐生出一些精怪妖灵，藏匿其中。这次仙门大比，就是借着比赛的名头，和众派之力，把这一方神域啊收拾干净。哎，对了，听说这次玉灵仙子也会去，她如今可算是名满仙门了。我猜这次大比，恐怕想看她的人要挤破头。李苏苏也去，正好可以找个机会问她要一滴血。小师叔，我现在啊，无论走到哪儿，都会听到他们在聊你，还有人夸下海口，什么仙门大比不要紧，但求能抱得美人归。不必管他们。不行，这些登徒子，明天小心别被我遇到，不然我保准打得他们满脸开花。你这样杀气腾腾的，明日那些年轻弟子看了，肯定都躲你躲得远远的，你哪里还打得到？小师叔啊，我有法子了。别动。你做什么？好了。你个鬼灵精！小师叔，明日你可以放心出门啦。至于别的，交给我就行。你又有什么鬼主意啊？我有一块带法咒的胶香，戴在脸上，面目就会变得模糊起来。到时候我就假扮成你，收拾那些登徒子，让他们长长教训。我看你就是想故意捉弄他们，自己寻个开心罢了。好吧，点到为止，不要过了火。好，保证不会，放心吧，小师叔。哎，各大仙门都到了，我们也该过去了。仙门各派都来了呀！哎，这二位是？二位仙友，我等是山海盟的散修，不知你们来自何门何派？我们是紫袖中北辰真人门下弟子。紫袖中是北海的一个小仙门。哦，幸会幸会，走吧，走。哇，还真来了不少人啊！快看啊，衡阳宗的人来了，
看来比试也快开始了。漂亮啊，好漂亮啊！这就是玉灵仙子啊，也没传说中那么好看嘛。她那面纱有法术，你能看清楚啥呀？我估下，她就是李素素。仙子能一睹芳容喽。只要能问她借到一滴血，那叶西屋便可以。哎，玉灵仙子，哎，看看，那就是岑灭，仗着自己爹是三宗之一赤霄宗的掌门，为人嚣张又贪财好色。诸位仙友，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次的仙门大比。今次仙门大比规则与往届一样，裁度标准很简单，就是捉妖的数量和速度。参赛者每人会领到一只空的锁妖囊，比赛期间不管哪个时候，只要觉得捉够了，就随时可以离开比试场地。最后按捉妖所用的时间和锁妖囊的重量为准，最终决出这次仙门大比的头名。你们可以结伴而行，但是不能超过3个人。时辰将至，诸位，准备出发吧。上清神域还真变了不少。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无垢灵体。各位师兄，此番来到上清神域，机会难得，我无意争胜，只想四处逛逛，开开眼界。九明就不与大家同行了，我先走一步。哎，师弟，玉灵仙子，玉灵仙子，我是山海盟第一剑修刘江海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我的宝剑号？名为江海道流。听说你才闭关出来，我特地带了我派真拍之宝给你品鉴，请你赏脸一观。玉灵仙子，我与你一同组队可好？天哪，那是什么？哎，啊！玉灵仙子，苏苏姑娘。小月牙跟我说了，你俩这招偷天换日啊，恐怕是要把那帮弟子给得罪狠了。无妨，我喜欢清静，他喜欢捉弄人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师兄如果不习惯，我现在可以变回来。对了，苏苏，今年的大比，我不能与你同行了。你刚出关，也别太勉强自己。放心，我就走走，散散心。各位仙友，各区域的结界即将打开，希望诸位能公平比试，挹注上清神域清除妖气，出一份力。现在，大比正式开始。咱们如此大费周章，但愿二魔会中计落网。好啊，好一个引蛇出洞！不知曲掌门到底有何妙计呢？
自大比创办以来，众仙门都知，在大比中只要念出口诀，就能传送给衡阳宗。只要二魔在弟子前现身，我们便可以从弟子传送回来的位置锁定二魔，届时放下结界，由我们去诛灭他们。子英，此处妖气重重，看来洗髓印应该在此不假。念白羽，你到那边去寻，有了端倪，迅速报知我们。是。张烈，见过少掌门。只要你尽为所能，赤霄宗亏待不了你。多谢少掌门。少掌门，找到玉灵仙子的踪迹了。上清神域如此之大，就算我曾经进入过冥界的般若浮生，想在这么大的地方找到黎苏苏，也无异于海底捞针。那是赤霄宗的弟子。是你，岑少掌门，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抢我东西干什么？看什么看？苏苏仙子，若是赏脸的话，不妨让在下看看仙子的真面目。我不仅将这锁妖囊双手奉还，还愿陪仙子细细游览这上清神域废墟。堂堂赤霄宗岑掌门，怎么生出你这个没皮没脸的家伙？臭不要脸！炸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仙子既然不愿自己摘下面纱，那就让我来帮你吧。哎呀，果然是个美人啊！苏苏仙子，我倾慕你许久了，这情谊，你今日还是领受了吧？你别碰我啊！你再碰我，我喊人了！哎呀，你我儿女之事，你喊什么人啊？死乌龟！谁跟你有儿女之事啊？做梦吧你！哎，谁敢偷袭我？出来！
你是何人？逍遥宗苍九明。这是赤霄宗和衡阳宗的事，是逍遥宗的弟子，管什么闲事？是不是闲事都已经管了？你若不服，不妨拿剑来说话。苍九明，我是掌门之子，你难道还敢杀了我不成？不敢。那还不让你的剑滚开！不过，这神域广阔，妖灵凶险，若是有弟子失手惨死其中，也是常有的事。苍师弟，有话好说，何必伤了和气呢？好啊，你先道歉。对不住，我方才不该拿暗器偷袭你。我是说，让你向这位苏苏姑娘道歉。苏苏仙子，是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请苍师弟高抬贵手吧。算了算了，他是岑掌门的儿子，拿他没办法的。求你了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，索要糖也还给你，苏仙子。还不快滚！苏苏姑娘，拿好了。多谢。你叫苍九明，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方才你使的可是逍遥宗的剑意绝学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。不知你师从何人？苏苏姑娘不必如此，不过举手之劳而已。在下师从赵幽真人。我听师父提起过，说赵幽掌门新收了位小徒弟，修行天赋惊人。原来说的就是你啊！魔气越来越明显了，我们要找的东西，应该就在那个方向。不能暴露身份，这偌大的上清神域，只能用双脚缓行，太憋屈了。上清神域不利于我们，尽量避免正面冲突。这是紫袖州的打扮。衡阳宗宫野纪无见过二位。我是蓬莱岛的西生，师从刘指岛主，幸会。兄贵格温如玉，久仰久仰。纪无，这次仙门大比不同往年，为师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托付于你。大比开始后，你要与蓬莱岛勋贵阁的大弟子一起配合，在上清神域内搜索二魔踪迹。一旦在上清神域内发现二魔踪迹，务必及时通报。上清神域是世间清气最盛之地，不利妖魔，却对仙门功法的施展极有裨益。只要四阴经灭感入垢，我们便可以趁此时机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开赛已经一会儿了，我二人已四处巡视了一遍，没有见到什么异常。会不会是根本就没有妖魔混进来？若他们改容易装，扮作仙门弟子的模样，恐怕不太容易被发现。对了，苍九明，你在衡阳宗住的这阵儿，可曾见过我？不曾见过，只是有所听闻而已。我这李代桃僵的鬼点子，真是一招臭气。若我食言以告，苍九明会不会生气？
苍九民，那是何处啊？那是玉清宫，万年前曾是神明们婚丧嫁娶、祭祀礼拜的地方。兜兜转转，请回到这里。谭太监，忘了你真的好难。为什么不管我走到哪里，都避不开你的影子？明夜，我想问你有没有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哪怕只是一刹那喜欢过我？明夜，你曾经为了对抗魔神，守护天下苍生，放下了桑酒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为何我总是这样优柔寡断，一直沉沦在500年前的回忆里，无法自拔？明夜，你与桑九阴阳两隔，我与叶夕无亦是如此。李姑娘，在下有一事想请你帮忙。原来你是想取我一滴无垢灵体之血，好寻回你妻子的元神啊！我还以为……不知李姑娘是否愿意赐血？我所求不多，只要1滴就够了。无论你希望我用什么东西作为交换，我都愿意。那个，苍九民，我也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，我也很想帮你找回你的妻子，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给你无垢灵体之血。为何？其实我也骗了你，我并非李素素，我是她的师侄，我叫月牙。那真的李素素呢？要不你也尝一个吧。这断绝了生机的红奈果树，万年之后尚能生出新芽，连你都有重新来过的机会。大师兄，不等九民吗？放心吧，他比你更强。我们先回去吧。谁？叶希武，是你吗？
叶希武，是你吗？请问曲掌门，可曾听闻过一名叫做叶希雾的女子？好像我们仙门里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。她是我们衡阳宗的弟子吗？既无她无父无母，甚至并非是一个寻常意义上的人。你到底是真的叶希雾，还是又一个假萧凌？这位仙友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认识你。抱歉，是在下唐突了。在下逍遥宗弟子苍九明，不知可否知道仙子姓名？原来是苍师弟，我是衡阳宗黎苏苏。苍师弟若没什么事，容我先行一步。等等，我常听季无兄提起黎师姐，却一直未曾拜会。今日相见，实乃在下幸事。师姐怎么没有跟季无师兄在一起？师兄另有要事，并未与我同行。那不如我们一同去找他会合，说不定还可以采些奈果。好啊，我正好到处走走。这上清神域我还是第一次来，这些殿宇飞梁画栋，美轮美奂，我们在途中可以好好欣赏。若仙子对上清神域有兴趣，我听过一个有关上清神域的故事。万年前，这里有个战神，叫做明夜。他娶了一个聪慧可爱的棒族公主，名叫桑卷。虽然一开始明夜很抵触这桩姻缘，可是后来他渐渐被桑九吸引，但他还没来得及回应桑九，桑九就误以为明夜对自己无情，离开了上清神域。既然后悔，为何明夜没有去追桑九？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去追？那是正逢神魔大战，天柱都被攻陷，明夜是这神域的战神。他知道自己将在战场上凶多吉少，害怕因此令桑九伤心，所以他才忍痛没有去找他。可是，在明夜心中，只要桑九开心平安就好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我们去找萧凌吧。好。心，真的是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说过，你认错人。为什么你偏偏要这个时候出现？我现在还不能和你相遇。对不起，太美。
在那里。没想到万年来水尽刚和，竟将洗髓印显现了出来。若非如此，我们再找10年恐怕也发现不了。动手吧！哎，等等，在上清神域之内动手，我们太过吃亏，得先声东击西一下。你去把他们引开，免得乱了我们的大计。哼，叶妹和风石已经在山下待命了，我这就去与他们会合，让衡阳宗大干一场，不也痛快？我乃衡阳宗岳扶崖，今日终于有机会击倒你们这些邪魔，我岳扶崖要与你们同归于尽。哎，道心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你叫什么呀？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能不能和你一起走？这里真的好可怕。去吧。终于来了，快开护山大阵！带着埋下道爷的剑，定叫你有来无回，逍遥剑阵，云山神将。你的元神似乎很好吃的样子。列住手！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！降魔阵，这就是你们的陷阱。我们可是等了你很久了。铁阵。能有多大的本事？没想到这
本座追随魔神之事，继则出皇，才配与我动手。休要口出狂言！今日此地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！紫英在何处？为何今日只有精灭医疗在此？怎么这么大动静？精灭恐怕拖延不住，我得抓紧些了。我记得般若浮生中，明夜将洗髓印封印在了那灵台之上。洗髓印与魔神气息相通，威力非同小可，既无法摧毁，为今之计，也只有封印在这水镜之下，借神力永镇于此了。不好，灵台有异动。老曲，别动！上面弟子都已经回来了，既是他们声东击西的诡计，先除此疗，不要上他们的当。魔物住手！有我在，你带不走洗髓印。是他。
你本就是天生邪骨，注定成为魔神。你是魔神啊！你本就是这世间最大的诅咒。这是你的宿命。成魔成神，在你一念。明夜，你为何选我进入你的般若浮生呢？今日，你带不走洗髓印。一个小小的仙门弟子，竟然可以封印洗髓印。剑意破！不对，灵台有变。
终于把符咒打了进去。魔神，猜你万万没想到吧？替我解封的是你最忠心的2个部下。被你夺走的自由，如今我已经夺回来了。谭太清，你本就是魔胎，怎可忤逆吾的意志？带着洗髓印融入你的心脉，吾便要苏醒。苍九明，苍九明，快！苍九明，醒一醒！苍九明，
来得好，今天把他们也给我端了。金面，无需恋战，我们走。真是没想到，让他们逃了。莫非是有人泄露了我们的计划？此次仙门大比竟然走漏了风声，让二魔钻了空子，是我疏漏了。没想到他们来这上清神域，是为了偷盗魔器。也罢，老徐啊，这个事也怪不得你。这叫做灯下黑。谁能料到魔气洗髓印竟然藏在上清神域的灵台之上呢？所幸这次九民和苏苏拼死替我们抢回了魔印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二魔抢夺不成，恐再生奸计呀！师傅，山门外警戒结界异动，似乎是有魔族来犯。何人擅守仙门重地？你们都退下吧。老兄，睽违已久了。弟兄被魔神囚禁万年，今日终得归来，实在是可喜可贺呀。这1万年如同过眼云烟啊！依我看，这仙门装扮就挺适合你的。你就留下来暂住吧，也好让你俩团聚一下。爹爹找我来，不知何事。若是苍九民的伤势，刚刚已经按照时便会粉身碎骨了。前辈相救之恩，苏苏感激不尽。看来你们二人还真是颇有缘分呢。苏苏，你过来，快给你父亲跪下叩头，以报答他生身之恩。哎，不，我虽然是他生身父亲，但是我未能尽一日抚养之责。今日能够骨肉重逢，老天已经待我不薄了。父亲，爹爹，这怎么回事？此事说来话长。万年前诛魔一战，网之主倒戈重伤魔神，却被魔神封印在荒原。数十年前，我与魔修苦战，重伤坠入荒原，险些被万妖吞噬。幸好我坠落在地面洞口之外，他竭力用魔气罩住我，驱散了众魔，我这才侥幸保住了一命。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我便答应他，为他寻回他与亡妻初皇的灵卵。没见过，没有，未曾听闻的。多谢。
好在有心人天不负，最终让我找到了他。那凌乱极难孵化，我便将它置于须弥座灵井之上，受天地间纯净灵气的滋养。后来，乱中有了胎动，我又将他的元神投入人间，不断轮回历劫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有破壳而出的机缘。他诞于天池灵井之上，乃这天地灵气所种，所以我为他取号玉灵。当年初皇陨落，身躯化为虫羽箜篌，是衡阳宗的重宝。我将箜篌赠予那个孩子，希望在冥冥之中，他能得到他母亲的庇护。原来那时我见到的是我的母亲。爹爹将我的元神投入人间，不断历劫，所以才会有500年前的叶希武与我长得一般无二。或许他便是我的一世恶魂，历经一世本该元神归位，却因劫雷而损坏。也正因为此，500年后，我的肉身才会无火自焚，在须弥座休养10年，直到历劫结束，方能真正醒来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苏苏，爹爹瞒你这么久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苏苏，你不用逼迫自己。你若是不愿意认我这个父亲，甚至恨我，都是应该的。我不是恨你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没有关系。你听说了没有？今日擅闯山门的那个，就是万年前统领万妖的网之主地冕。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？人家的发妻可是羽神初皇，为了寻找魔神的弱点，才以身试魔的。传说里不也说过吗？就是他手人的魔神。这么说，他也是不容易啊！忍辱负重了那么久，终于可以恢复身份了。仙门各派应该善待他呀。是啊，他可是诛杀魔神的大英雄啊！村上的洗髓印封印破处之时，竟然也聚齐了姐姐的元神。姐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村上这是又救了你一次。
姐姐。苏苏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所以你出关后的这些变化，自然也就都有了答案了吧？凤凰一族天生适宜修行无情道，那是成为神的捷径，但是此事还得由你自己来决定。爹爹，我知道了自己的来处，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去处。我的母亲被魔神所杀，父亲又曾被其禁锢，于公于私，对抗魔神都是我的使命。要是魔神真的重临世间，那么4州3界，唯有真神才能与之抗衡。只是如此重担，全部交于你一人来承担，这……请爹爹放心，苏苏保证，魔神不会再有重临的那一天了。虽然澹台境的邪火已经被抽走，可是魔胎的身份还是过于特殊。这一切，还是等我真的毁掉邪火以后，再告诉他们吧。只是，我的无情道修炼的实在是……那人是谁？他叫做叶希雾。可惜，我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。他死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请你节哀。原本，我想将自己与他一起付之一炬。
可有人告诉我，这世间有幽冥之水，汇聚着3界的元神。我为了能再次见到他，找到了幽冥之水。我在幽冥川中寻了他整整500年，日复一日，被弱水灼烧肌骨，痛彻百骸。直到后来，我已经感觉不到痛，也感觉不到自己还活着，可我却还是没能找到他的元神。后来呢？直到有一天，我觉得自己就快要死了，幸而被赵幽真人所救，成为了逍遥宗的弟子。这便是我500年来所有的经历。九明师弟说这些给我听，不知何意。幽冥之水没能帮我找到叶惜武，但我却读到一种聚魂法阵，它可以帮我找到叶惜武的元神。可这种阵法却需要无垢灵体的血作为引子。不知李姑娘可否能帮我找回我所爱之人？若我真的能够寻回他，我愿意倾尽自己所有的一切去补偿他，哪怕是他想要我这条性命，我都可以给他。我帮不了你。逝者已矣，你既已改名换姓，从头活过，何不彻底忘却前尘往事？你心里的那个叶惜武，早就已经不存在了。不存在了？什么叫做不存在了？你们有着一样的面孔，有着一样的性情。玉林仙子，你就是叶惜武，你为何都不敢承认？你知不知道？你甚至都不敢看着我。你听说过庄周梦蝶吗？什么？你就当叶惜武是那只蝴蝶，恍如一梦，醒了就该散了。散了？如何能散了？500年了，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。我看着他笑过，看着他哭过，他拥抱过我，保护过我，他爱过我，恨过我。即便这真的只是一场梦，你将我遗弃在梦里，我又如何能够轻易地醒过来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的梦已经醒了，你醒不醒，都与我无关。谭台烬，你若是真的想偿还，就忘掉过去，好好做你的苍九迷。而我是掌门之女黎苏苏。如今魔神又将临世，4周3界如临深渊，我已经决定要修无情道，终此一生出魔为道。前尘散尽，今生莫离，这便是你我该走的路。
我累了，走吧。原来你说生生世世与我不复相见，是真心的。他爱过我，恨过我。既然这真的只是一场梦，你将我遗弃在梦里，我又如何能够轻易的醒过来？原来，你说生生世世与我不复相见，是真心的。这次仙门大比，我给了你那么多法宝，就是想让你拔得头筹，给我们赤霄宗争争气。你倒好，不想拔得头筹也就算了，你干嘛要去调戏人家姑娘啊？你说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？那我还受伤了呢。好好反省。哼！苍九，你给我等着！小爷我早晚让你身败名裂。所以，你和苍九明500年前就认识，还是一世的夫妻。个中缘由复杂，是我不便解释。总之，苍九明曾是我500年前立的一劫。难怪你在出关后，便一直郁郁寡欢的，好似变了一个人。师兄，我不想骗你，我与澹台烬之间已尽成前尘往事。可我与他重逢之后，我才明白，就算我与他无法再续前缘，我的心里
再也不能装下别人了。苏苏，你跟我说这些是为了……因为我再徘徊不定下去，只会更加对不起你。我明白了，苏苏，你不必感到内疚，是我不够周全，没能早些察觉，才让你一个人痛苦良久。我虽心有不甘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希望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得到幸福。放下一个人的确不易。对不起了，大师兄。长痛不如短痛，这么做，对你我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你若是真的想偿还，就忘掉过去，好好做你的苍九年。而我，是掌门之女黎素素。如今魔神又将临世。我已经决定要修无情道，终此一生，除魔为道。又是魔神，魔胎现世，魔气认主，魔神便会复活，三界将面临灭顶之灾。听说前一阵子那次荒原大战，就是四鹰惊灭那2个魔神余孽搞丢了魔胎，所以他们才四处为祸，企图通过魔气找到魔胎。